您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习近平在西藏来去匆匆，8月21号已经返回北京。这个旋风式的访问，不为别的，只为宣示中共对西藏的统治，还是习近平说了算。习近平独裁的程度，似乎已经追上了毛泽东和斯大林。纽约时报新兴世界专栏记者袁立试图从中共黑箱撬开一条缝隙，看一看习近平的大清洗运动是不是对斯大林和毛泽东清洗运动的延续。美国的政治完全是公开的，官员的任何言行都在媒体的密切注视下，人们可以看到完整的政治辩论过程。政客们不惜使用尖刻的语言彼此攻击，但没关系，在这种对立中，民众了解了美国政治的运作，明白了政党各自的侧重点，他们可以从容选择。中国就不一样了，直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清楚为什么胡锦涛会被人架出2022年中共20大会场，不清楚2023年68岁的李克强为什么突然溺水而亡。再说远一点的，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为什么会逃离中国，为什么会坠机身亡？几十年过去了，事情的完整真相还是个谜。中国政治是一个黑箱，为了穿透黑箱，一些传闻和谣言就悄然走红。一些严肃的学者也在自己领域对习近平给出自己的观察。例如，袁立采访的著名历史学家、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考特金教授，他是2卷本《斯大林传》的作者，正在撰写第3卷。考特金认为，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政权，所有一切都是为共产党的政权延续而服务的。如果允许经济自由化，就会危及党的权力垄断。所以，只要共产党掌权，就不会有政治改革。当初习近平上台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曾心存期待，认为他会是一个改革者，他父亲就是改革者，他会在政治层面推动党的改革。然而，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例如，中央党校有很多人也预测习近平会是一个改革者，他们为习近平撰写了改革蓝图，这种天真在事后看来显得可笑。也就是说，共产党不能只搞半个共产主义，要么维持共产党的政治垄断，要么政权就会开始走向瓦解。从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到20世纪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每一次所有这种在政治领域自由化的尝试，共产党的垄断都会瓦解，无法形成一种政治改革的平衡状态。一旦开始政治自由化，共产党的统治就开始瓦解，接下来事情就是镇压。比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苏联派出坦克；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苏联再次派出坦克。而在戈尔巴乔夫的案例中，镇压来得太晚，最终也没能成功，共产主义政权就此瓦解。因此，中共领导人绝不会允许政治改革，不会允许政治自由化。很长时间以来，中共官员去党校学习2件事，一个是所谓东升西降，另一个是戈尔巴乔夫。所以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时，人们预测他将成为一个政治改革者，那是他们不了解共产主义的历史、列宁主义的历史、列宁主义政权的结构。习近平不会在政治上开放体制，那样他将是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摧毁体制的人。中共可以进行经济开放，让共产主义进入私营经济，就像习近平做的那样，前提是要保留对经济领域的严密政治控制。但是中共绝对不会进行政治开放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发生的一切，中共官员们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习近平在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前的几年里，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就接管了中央党校。对于中共来说，军队和警察是维护政权生存的关键，因此军队和安全警察的忠诚对政权的生存至关重要。
这就是共产主义最惊人的一点，它会处决自己的忠实信徒，它摧毁自己的忠实信徒，那些忠诚的人仍然会在政权的偏执和阵发性狂热中成为打击目标。习近平与军队的关系也是一样。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2024年处分了 88.9 万名党员，其中包括73名省部级以上干部。据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吴国光估计，自2022年底以来，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约 10% 的成员已被清洗、靠边站，或在重要会议上明显缺席。中共军队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据詹姆斯敦基金会统计，自2023年以来，共军和中共军工企业至少有45名官员被免职，2名国防部长曾在2024年的同一天被指控腐败，对习近平不忠诚。这一切都发生在习近平2022年获得第3个任期，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领导层之后。考特金认为，在集权政体中，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队至关重要，但即使是忠诚者，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裙带网络，这给领导人带来风险。与其他独裁者一样，习近平面临着控制一个庞大体系的巨大挑战，只靠自己的亲信远远不够，因此习近平不得不改组、清洗，让官员们互相告密，以及操纵对立等手段来应对。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在斯大林、毛泽东以及现在的习近平身上看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治理失败和权力进一步集中，然后是清洗。斯大林的大清洗发生在一场可怕的饥荒之后，而正是他的政策导致了那场饥荒。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国一场大饥荒之后，而那场大饥荒也是毛泽东灾难性决策的后果。习近平当前的运动发生在新冠清零政策失败、倒退的经济措施以及有争议的外交政策措施之后。吴国光指出，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治理灾难相互之间存在一个螺旋强化的关系，从治理上的灾难到独裁者强化权力，进一步集中权力，这个过程里关键就是清洗。换句话说，治理越糟糕，清洗就越严厉，清洗越严厉，控制就越紧。吴国光将这种循环称为斯大林逻辑。不清楚习近平的清洗运动效果如何，但目前还看不到运动的尽头。这一次，习近平旋风式的对西藏访问，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地位，宣示自己对权力的掌控和个人权威。藏人的精神领袖是达赖喇嘛，虽然习近平的画像立在拉萨广场上，对藏人来说，那只是一个摆设。纽约时报8月21号报道，如今的第14世达赖喇嘛已经90岁，藏传佛教信徒相信达赖喇嘛会转世为继任者，要通过寻访来确认。上个月，达赖喇嘛宣布，这一传统将在他去世后继续延续，不受中共或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共领导人却说，只有执政的共产党才有权主导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认定过程。大家知道，中共公开宣称无神论，其主导达赖喇嘛的认定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闹剧。中共看重的是统治权，而不是精神的最后归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西藏问题学者罗伯特·巴内特认为，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斗争场，也是共产党宣示对西藏统治权的象征性机会。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就加大了对藏传佛教僧尼的管控力度，扩大了警力部署和监控措施，试图彻底消除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的可能性。习近平的坚决开展反分裂斗争，包含了一项让藏族人学习汉语、灌输中共党文化和价值观的政策。藏族儿童要在汉语授课的寄宿学校入读。不过，习近平现身西藏已经表明，中共对西藏的统治只是虚浮于表面的，当地民众对中共只是口服心不服。
中共到处都显出败相，其劣迹早已掩盖不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习近平一开始就成了局外人。8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言，中共没有资格做乌克兰战后安全保障国。泽连斯基指出，让中共担任战后安全保障国的提议无法接受，只有真正提供乌克兰协助的国家才有资格给予安全承诺。中共一开始就倾向俄罗斯，根本不想让战争结束。在战争过程中，中共又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必要零件，是战争的帮凶。在协助俄罗斯打仗的同时，中共不但急剧扩大常规军事力量，还不断增加核武库的规模与能力。中共在2023年国防政策中重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然而，美国五角大楼在去年的年度中国军事力量报告中指出，尽管北京公开宣示核不首先使用，其战略可能在某些情境下考虑先行动用核武器，例如在常规攻击严重威胁其核力量、指挥控制体系或造成与核打击近似的效果时，又或者在台湾战场遭遇常规军事失败，进而严重威胁政权存续时。五角大楼评估，到2030年，中共的现役核弹头数量将超过1000枚。中共对世界和平构成最大威胁，北京93大阅兵成为中共向外界展示军力的时机，也是习近平夺回军权的时机。网络作家君君臣臣8月21号发文说，中共搞的什么大阅兵，让整个北京能停工的停工，能戒严的戒严，已经开始阻拦进京的各类人员。历史在无情的轮回，当年的崇祯帝用人疑而又不得不用，最终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监狱里放出的孙传庭身上，却小用而大疑，用人而掣肘，最终逼孙传庭战败，大明朝灭亡。当今的当局者看见了自己的灭亡，连崇祯的历史书籍都一律下架，因为同样的事情正在今天发生。当下的崇祯 2.0 也是一样，一边小用人，一边大猜忌，毕竟谁都比他强，所以如果别人再次战功显赫，那他的老脸还往哪里放？这就是他当下的处境，他必须打一仗来证明自己。可他本人一听见枪声就往301跑，哪里知道战争的残酷？所以说，他眼中的战争可能比游戏还好玩，玩游戏还得失败很多次才会驾驭，他却被谄媚包围着，自我感觉良好，仿佛只要一尊出手，必然所向披靡。但他完全忘记了，他过去所有自己亲自做的都以烂尾结束，就像一个输光的赌徒，越输越觉得自己得干下一票大的，就可以立刻翻本，还赢光对手。习近平打仗下破胆，可干起权谋却毫不手软，一口气架出胡，送走李，还要一口气送走挡在他成为一尊道路上的障碍。93大阅兵，习近平正好像到西藏匆匆现身那样，是宣示权力，尤其是军权的时机。那时普京、莫迪可能都会来捧场，那将是他风光无量的日子。不过中共经过习的加速，已经大势所趋，无回天之力了。习近平还能高兴几天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